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4月27号，星期一。我们今天做一个漫谈式的话题啊，这个漫谈式的话题叫中国式的治乱与乱治啊。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个话题呢？今天我看到中国又出了一个针对网络的规定啊，叫网络叫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啊，网络安全审查办法。这个办法实际上是把网络审查制度，删帖封号，升级到什么呢？升级到对全域的网络进行审查啊，这是一个这样的制度啊。这个制度，应该是上一次网信办啊，当然这次这个制度的始作俑者还是一个部门叫网信办啊。网信办现在呢又出一个新的制度，那么去年12月15号，网信办出了一个制度叫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啊。那么今天又出了一个叫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啊。这两个制度呢，出来的都很有意思啊，我跟大家讲讲啊。先说去年的那个啊，去年的那个叫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网信办自己开了个会议啊，叫叫网信办办公会议啊，审议通过就颁布实施啊，从这个今年的3月1号就颁布实施。颁布实施之后呢，就被人骂翻了啊！这个规定就骂翻了，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这个规定呢，非鸟非兽，它既不是法律法规，也不属于行业规范，就是啥都不是。就是网信办自己就出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规定啊，你们得按照我这个规定办啊。这就是所谓的依法治国，这就叫依法治国啊。那么这第一个，它就是非鸟非兽，啥都不是啊，就是自己出了一个规定，然后全国网络反正你有网络的都归我管，你归我管呢就得制定这个东西啊，这个是第一个被人骂的啊。第二个，如果它是法律法规，它不符合程序啊。为什么不符合程序呢？是网信办是没有资格也没有权限出一个全国性的法律法规的。谁能出呢？只有一个部门能出，国务院啊。那么呢，网信办出这样的规定，既不符合这个法律的要求，也不符合内部的流程，整个的流程完全不符合啊。所以他就想，网信办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干啊？他知不知道？知道啊。为什么要这样干？他就要踢掉国务院啊，就是要踢掉国务院，自己单干，自己搞，想怎么搞就怎么搞。那么中国改革开放到现在40多年啊，那么我们一直讲，习近平上台之后啊，很多事情倒行逆施。什么叫倒行逆施？就是把之前改革的成果给它消灭掉啊。当然我们一直讲，改革开放是从哪里开始？从2件事情开始，第一个政企分开，第二个党政分开。那么当然网信办这个东西就是本身就是一个非鸟非兽的东西啊，它本来是应该是国务院的下属机构，但是呢，它这头又跨着中共中央那头，它得往那头靠，但是又拿着国务院的工资，大概是这样的事情啊。所以呢，这个网信办的主任叫庄荣文啊，是习近平从福建带来的干部啊，那就掐着这一头啊，就做这件事情。那么去年的这个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的规定，3月1号开始，它其实是3点。第一点，它主要是针对什么呢？针对社交媒体。因为现在的社交媒体，现在的信息啊，一般的人的信息获取80%以上来自于社交媒体，所以它针对社交媒体的一个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有针对性的管理制度。其实去年的这个生态治理规定啊，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其实讲的就是这个社交媒体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去年这个规定呢，其实狠在哪里呢？狠在它是两头抓啊，两头抓。这一头抓什么呢？这一头抓作者啊，只要你在社交媒体上面发布信息，就受这个规管，就是要抓这一头啊，这是一头啊。另外一头什么？抓平台，就是抓平台。这两头抓啊，两头抓。所以呢，它是很有针对性的，这是第二条。第三条，中国现在的媒体呢，基本上传统媒体基本上已经失效啊。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它的受众离开了原来的消费场景。你比如说看电视啊，现在电视可能只剩下老人在看了啊，而且老人看的也不多了啊，老人现在已经开始玩手机了。所以呢，现在电视的开机率已经非常的低啊，报纸杂志就更不要说，报纸杂志大家最简单的，你去城市看，城市的报刊亭已经被消灭的差不多了啊，剩下的报刊亭已经不卖报纸，卖水卖糕点啊，这个，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就是说，就是原来的受众的他的这个消费场景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呢，网信办就变得一个非常吃重啊，就是你可以看中宣部啊，中宣部其实它的功能在萎缩。为什么中宣部原来管报纸、电台、电视台管这些的，但是在中宣部现在最重要的一个部门变成了网信办啊，网信办变得就比中宣部的其他的部门的重要性更大，因为网信办现在是基本上中国洗脑工程里面的核心就是网信办，所以网信办权力很大啊，权力越来越大，而且啊，那么中宣部就得靠网信办去落实他的想法，就是一个这样的关系。然后呢，我们就讲讲今天的这个出来的这个网络安全审查办法。这个网络安全审查办法，我看到的时候呢，我都吃了一惊啊！我没见过中国的文件是这么发的啊。怎么发呢？我看一下啊，我现在还找不找得到啊？那是个这样的发法，大家看一下，奇怪吧？看见没有？是这么发的，这样子看得见。哎呀，这不好看。这个什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保密局，国家密码管理局。令加了一个令然后就是第6号，还有个第6号令，这样的东西。然后呢，下面然后这个文是这样发的，我看得我都想笑啊，就是中共已经在退化啊，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其实让中国，我之前讲过啊，就是说1994年啊，朱镕基的这个几个重要的改革，比如说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分税制啊，包括这个汇率制度改革这一系列改革之后呢，中国开始具有了国家特征啊，在此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特征不明显，除了军队、警察以外啊，就是这些暴力工具很成熟以外。但是它国家特征并不明显啊，国家特征不明显，为什么？因为它没解决一些国家基本上要解决的问题。你比如说像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啊，就是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它就一直没搞定过啊。中共就建政到现在就一直就没搞定过啊。
分税制才搞定了，建立了稳固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此之前是不稳固的啊，是乱七八糟的，就是用政治来解决的。政治怎么能稳固呢？不稳固，没有制度化的东西啊。那好，所以慢慢的，中国你看，在江泽民时代也好，在胡锦涛时代也好，中国在国家化、国家制度化的上面是有进步的啊。然后呢，这2年呢，习近平在干一件什么事情？习近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党政不分啊，就是把以前党政分开这件事情反过来再做啊，就党政不分。党政不分的后果是什么？党政不分的最大的一次动作是什么？就是四中全会，19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啊，19届四中全会，19届四中全会他搞了一个机构改革，据说我不知道啊，据说这个方案是王岐山出的主意啊，我相信像就是王岐山他学历史的啊，他出的。你像这次所谓的封城也好，包括上次 SARS 北京封城也好，那都是王岐山拿的方案。王岐山干起坏事来是非常厉害的啊，所以那一次的改革实际上是我们叫政企分开的最大规模的反动，就把这件事情反过来狠狠的做了一遍。狠狠做了一遍的意思是什么？把政企分开的东西再捏党政分开的东西再捏回去，把中共中央的很多部门跟国务院的很多部门合署办公，或者一个牌子一个机构2个牌子，大概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做这样的事情的结果是什么呢？做这样的事情的结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原来的国家特征慢慢的在规范化的进程咔嚓断了，就重新开始失去它的国家特征，它的国家特征又不明显了。我为什么要讲这个绕得这么远？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讲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呢，就再次让中国又开始往国家特征不明显，就是党天下、党国的方向继续的迈进啊！我读给大家听，这非常的可笑。国务院原来发文都是有规则的啊，这个现在呢，这个文呢不知道是谁发的啊。理论上来说，像一个这样的规定，应该是谁发？国务院办公厅发，应该像一个这样的规定，像一个国家性的法规、全国性的法律法规，必须应该是谁来发？国务院办公厅来发。结果他是谁发？他是我刚才念的这一串机构，这一串机构其实都是谁？都是国务院的部门啊，都是国务院的部门，但是他就不叫让国务院办公厅来发，他就是网信办带着这一串部门来发，这是干嘛？这就是非国家化，或者是我说它是某种权力斗争的结果，就是这个庄荣文就是要踢掉这个李克强来干这件事情啊，就是其实意思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就是国务院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8888啊，这么多部门联合制定了网络安全审查办法，现予公布。然后很奇怪的是什么？这个文的下面呢，就跟着国家信息网络办公室主任啊庄荣文啊，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工业和信息化部长苗宇等等等等的，一直读下来。而且他这个很奇怪，他这个排名呢排的特别怪啊。如果你是按照政治地位排名的话呢，庄荣文怎么着也排不到第一啊，应该是谁呢？应该是何立峰排第一，就是发改委的主任。因为何立峰是谁？何立峰是副国啊，他现在是叫什么？他现在是政协副主席啊，
政协副主席那是副国，可怎么着也是排第一，也轮不到这个庄荣文排第一去啊。还有这一票后面这一票的这个赵克志，赵克志也比庄荣文的级别高啊。赵克志是政法委的副书记啊，这怎么着也比这个结果庄荣文排在第一，然后啪啪这些部门排在后头。就是说你看这个东西呢，你就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这又是网信办利用他的地位做了一件他想干的非规范化的制度建设啊。既然你本来你一个制度建设，你要我要依法治国，我要管这件事情，我得让我管这事情师出有名、有规矩、有规则，你就按照国务院的法制办的流程，把这个法律法规走一遍，没问题啊，也没谁会拦着你啊，对吗？你想干这事情，谁拦着你？不会有人拦着你。可是他就不按照规矩办，他就这么干。他这么干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他这么干的意思就是告诉大家，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我不想按照国家的规则办，我都能办得到，就这个意思啊。那好，我们来讲讲这个审查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到底是什么鬼？其实呢，我们从头到尾把这个东西读一遍就知道，它其实是什么东西呢？它其实是跟去年12月15号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是相配套的啊。配套什么呢？就是那头是从内容的角度来抓，这一头呢是从网络的角度去抓。上次我讲内容角度，他一头抓作者，一头抓平台，这次不是，这次是从底层开始抓，从网络的底层开始抓，就是它内容是在平台上面啊，平台上面你怎么跑都是要么平台要么内容啊，它是从网络的底层开始抓啊，就是想尽所有的办法控制内容，控制网络啊。那么这个用心良苦啊，用心良苦。那么你看哈，你看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设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自己制一个规定啊，又是自己制作的一个规定啊。那么各种各样的把这些部门全部拉进来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大家，我能够调动这么多的部门的资源来对付这个网络，就这个意思啊，就这个意思。好，我们就内容呢，其实就没有太多啊，就是反正就是抓点权利，事前审查跟事后审查，反正各种审查呗啊。完了以后呢，当然出一个这样的规定，还有一个什么目的？我知道还有一个什么目的，就能够申请预算啊，还能拿笔钱，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啊。那我们就再分析一下什么呢？什么叫中国式的乱？我们今天的标题讲的是什么？我们今天的标题讲中国式的治乱和乱治。这件事情其实蛮典型的啊。什么叫乱？先讲中国式的乱是什么乱？当然定义肯定是在政府啊，中共定义说这就是乱，那就是乱啊。但是其实中共所谓的乱是什么？中共所谓的乱就是一条，我管不住，只要他管不住的东西都是乱。那你比如说原来的企业行为，他管不住，他不会管企业。中共最不会管的是什么？就是企业，因为企业要根据市场去做回应，它以市场为导向，市场瞬息万变，所以企业也瞬息万变，它在应对这个市场的需求，所以他老想管着企业，但其实是管不住。为什么？因为企业在生存，
所以呢，他就说啊，所以以前有句话叫"一放就乱，一乱就管，一管就死"，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当然，其实讲的那些话，其实的语境是什么？语境是国企啊，并不是所有的企业，国企他都能这么管啊，而且他用心去管这件事情。但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不管是国企也好，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企业，你都没办法管，因为它是逐利，它的任务就是逐利。那你怎么去管一个逐利的企业？你没办法管，而且你不能够用你党内的管理模式去管企业，因为企业必须应市场的变化，追求利润啊。所以中共的乱是什么？中共的乱，它就是管不住，就叫，或者是他无法预测这个行为本身，它就是乱。就是说，所谓的乱是什么？就是他觉得他管不住，他就是乱了。啊，比如说大家做买卖，大家都在做买卖，没人理他了，乱了，他就觉得乱了。所以中国的乱，首先是这个意思啊，这是第一个。什么叫中国的治乱？治乱是什么意思？你比如说游戏百花齐放，市场很大，中国的游戏市场非常的大啊。那么大家喜欢打游戏，打游戏的人群又多，然后这个因为有利益，所以大量的资金就往游戏行业跑啊，很多钱，一年跑几千亿啊，一年投几千亿进去，你想一下这个行业多么蓬勃啊！各种各样的游戏都出来往外跑啊，他就看哟，这不就乱了吗？乱了什么意思呢？我管不住怎么办？我就得去管，怎么管呢？这里面就有两个问题就跑出来了啊，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谁来管？第二个问题怎么管？第一，谁来管？这很关键，这是什么？谁来管就是权力。为什么？我有管的权利，我就能获利，就能寻租。寻租这词是谁发明的呢？寻租这词是胡鞍钢发明的啊。胡鞍钢是谁？胡鞍钢大家都知道吧，对吧？当年的京城四少，现在的什么？现在的油腻中年男，就是那种为了名利恶心大家，不怕恶心大家的那个北京的所谓的学者啊，就已经是变成一个这样的人了。但是他发明的这寻租，就寻租是什么？就权力变现，就叫寻租啊，就是把权力通过权力获得现金回报，叫寻租，利用权力啊。那么权力，谁有权力，谁就能寻租，谁能寻租，谁就能获利，就是一个这样的关系。所以治乱第一件事是谁来治这个乱？就是谁获得这个权利。这里面后面就是什么？后面就是权力斗争，国务院的各个部门就在那儿打，然后每个部门后面的大佬开始打，大佬后面的大佬开始打，打到最后，谁力量更强大，谁就获得了这个权利。获得这个权利就开始干什么？没有获得这个权利或者分享权利，那就两个部门共管，就比如说文化部管，网络办也管，那这才分享权利啊。那我们就联袂九龙治水，就大家一起来出规定，你出你的规定，我出我的规定，你反正我不管你去谁那申请，反正你得到我这来申请，我就得扒层皮，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反正中国式的治乱是什么？第一件事情争权，第二件事情是什么？第二件事情就是如果有一个部门获得了完全的权利，比如说证监会股票上市这件事情我来管，本来这个像发改委也要伸一手，打证监会打回去了，这个财政部要伸一个手又打回去了，最后证监会你们都最后老大发话，你们都别管了，证监会管，证监会就独享这个利益，那其他人就在旁边看着，基本上是这样，就分权。但是如果没有分权，结果是证监会、发改委、财政部，还有谁？人民银行，这个或者是这个
银保监会啊，这几个部门全部都得参与，全部都得参与的结果会是什么呢？通常会是什么？这个行业就完蛋了。为什么？因为每个部门都会出一个跟这个部门跟这件事情相关的规定。那你想一下，一个行业原来我的成本就是公关，我上市公司一家上市公司，我就供证监会就行。我上市，哎，拿个1-2千万搞定，一路扑过去，扑到最后，哎，搞定，我上市了。好，那我花个2千万，我上市，然后圈钱，圈完钱我就该干嘛干嘛，大概是这样。但是你一口气来了8个部门，我每个部门上2千万，你说我这还上市吗？不上了吧，这个没钱挣啊，你根本就我融资才3个亿。这个跑这部门跑出2个亿来，我就不干了，这件事情就没人干了，没人干这件事情就没了。这有点像什么呢？这有点像现在的游戏就基本上不给他掐死了，因为他游戏什么，他最后来个狠的什么？最狠的地方在哪？最狠的地方就是他直接就是出这个叫什么配额，有点像配额的东西，出许可证。发个许可证，用许可证来管理。那你许可证一管理，好家伙，这里面我每年我都不知道你会出多少个许可证。你说我这个投资还投不投？我投了这个钱，我必须拿到这个许可证，我才能够确认我的投资是我还不知道上去能不能卖。你说这个投资风险有多大？投资风险已经无限大。第一，你不知道你抢不抢得过别人。第二，你抢得过之后，你上市之后，你还不知道你行不行，那结果只会怎么样？大家都不投了呗。所以现在的游戏行业，原来骗了一票人去做这件事情，从投资者到美工，到这个编剧等等，一票人在这，几百万、上千万人在干游戏，结果现在怎么样？作鸟兽散。为什么？这个行业已经被掐死、捏死了，这就是太多部门在管这件事情，就会变成这样子。所以，中国式的治乱是什么？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抢权、争权夺利，最后是什么？就是不计后果的拔毛，结果生生的把一只雁过拔毛嘛，生生的把一只大雁给拔光毛了，这雁就飞不动了，就饿死了。就活活的饿死在面前，这就是中国式的治乱啊！所谓的中国式的乱，就是变成什么呢？治乱就最后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乱治，就是乱治。乱治是什么？就是这个行业的覆灭。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的为什么中国经济会走到今天？我们曾经有一个节目啊，就是讲什么呢？讲中国在经济政策层面做的一系列的行为，导致了中国经济现在的状况啊，就是从经济政策的层面来讲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是我们从政治的角度、从权力的角度来讲，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经济看到的这个现在的现状跟什么有关系？就是跟权力的韧性有关系。所以多少个行业啊，就是我说这些行业不是说有个30-50人或者3-5万人在那干的行业，不是一个这个级别的行业。我讲的都是100万人就业以上的这些行业，就是这么被这些权力用治乱变成乱治这样的后果消灭掉了啊，消灭掉的。比如说电影啊，我们一个个数过来，大家听一下。所以其实呢，只要中国讲我们有什么东西的时候，通常它都没有啊。治国，我们叫什么依法治国啊？这是胡扯。你比如说电影啊，电影被灭掉了吧？啊，电影灭掉了，电视剧灭掉了，电视剧先灭掉，游戏被灭掉了，游戏被灭掉了。这个，哎呀，这个我就不数了。我是回头整理一下，其实很多的行业，就是都是上来都是过千亿的行业，
就这么一下一下的就由于权力的任性，由于权力的这种我们讲这个中国的权力的生态结构，一个行业一个行业的消灭，一个行业一个行业的消灭，一批一批的就业岗位被消灭掉，所以中国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啊！这就是我刚才讲网信办，网信办现在就是这么去做事情的结果是什么？它就在消灭中国的网络，就是中国的网络会慢慢的萎缩掉。为什么？就没什么意思了嘛，就是玩到最后没有人愿意去玩了嘛。你想一下，这就有点像游戏啊，对吧？你游戏最后你演到最后大家都没什么游戏好玩了，那就不玩，看点有没有什么别的可玩了。那有一天出来一个新的东西，那个游戏整个的游戏行业就给灭掉，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啊，大概就是个这样的情况。我就今天的主题，我就大体上就借着这个网信办的这个乱搞一气啊，跟大家讲讲中国式的治乱和中国式的乱治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那么其实今天还有很多的议题啊，第一个议题第一个我想讲一下昨天的那个视频啊，昨天的那个关于这个叫什么？关于这个原油宝的那个视频，昨天原油宝的视频呢，就是有一些网络故障啊，网络故障。那么我已经申报了啊，申报平台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处理啊，反正我已经报告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家把那个快进几秒钟就可以，他们跟我讲啊，有网友跟我讲，快进几秒钟就可以，好吗？然后就是然后就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大家有没有留意到金正恩的新闻现在开始慢慢的降温，在降温了啊。那么昨天、前天、大前天吵得翻天响，那么现在开始降温了，我在推特上讲了一下，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啊。到目前为止，没有可靠的消息证明金正恩身体状况出了问题啊，这是第一个。就是我在过去2个视频我都讲了这件事情啊，为什么？但是呢，你可以看，当然这里面有2个要值得关注的点，一个点是什么？这个点就是韩国的媒体到目前为止权威的啊，我讲韩国媒体那么多啊，有很多媒体在讲不同的信息，那我不管，我只管几个韩联社、中央日报这几家大的权威性的媒体，没有一家媒体说报道确认金正恩就是登出来消息说金正恩健康出问题，没有一家媒体报道了这件事情，而且他们只是引述一些别人谁谁谁，日本媒体又说谁谁谁，而且日本媒体转述的日本媒体都不是权威大报或者是权威的媒体，这是第一条，就是日本跟韩国没有一个权威的媒体报道了金正恩的健康出了状况，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最嗨的是谁？就是关于金正恩这件事情最嗨的是谁？中文自媒体，基本上在 YouTube 上面的中文自媒体是最嗨的。基本上这些中文的自媒体嗨到什么地步呢？嗨到了开始谈谁来接，有鼻子有眼的谁来接金宇正，就他妹妹，还是他的那个谁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啊，金正一还是谁忘记了啊，等等，开始已经延伸在谈，这头开始谈这个，这头开始谈中国开始要防止这个难民涌入等等这些问题了啊，已经开始嗨成这样，而且不断的在滚动式的在炒作这个话题，这是一头啊，这大家要注意的啊。第3头是什么？第3头就是东北解放军在调动啊，然后这个坦克啊，什么装甲车、导弹车啊，大白天穿城而过，就是示威，拉给大家看解放军的这个调动啊，然后就不断的有各种信息配套的说，解放军在往这个中
中朝边境派部队啊，然后而且不仅仅在派部队，而且互相配合啊。你想一下，如果你真的要打仗调兵，什么情况？真正的打仗调兵，你会大白天这个游行示威吗？不会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想一下，东北那个铁路网多么发达，你要穿城而过，开国际玩笑吧？直接火车走了吧？自己开着车跑多慢呢？你直接上火车不快吗？否则要建那么多铁路干什么？铁路第一件事情是拿来运兵的，好吗？这是明显的就是在造势。但你看，非常清楚的一个局面是什么？就是韩国、日本的媒体没有在说这件事情，美国的派飞机过去啊，去侦查，侦查回来也说没有发现任何异动。你想一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只要是独裁的国家，他的首脑一出问题，他第一件事情干什么？军队一定会进入战备状态，对吗？如果朝鲜的军队一进入战备状态，谁第一个发现？当然是韩国第一个发现，美军第一个发现。如果朝鲜的部队军队没有进入战争状态或者战备状态，金正恩的身体状况出了问题，这件事情就不可解释。而且你想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全是中国，一会儿是不断的有人给我发信息啊，301啊，发301的这个医院的什么什么谁谁谁，最早出来的全是通过301来。解放军总医院，301就是解放军总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的医生去了朝鲜给金正恩开病，有鼻子有眼，说金正恩搭桥手术等等啊，中间又编很多这一类的，这是最初期是这么出来的。然后后来呢，就各种各样的调兵遣将，中国的调兵遣将，而且中国真的是有调兵遣将的这个视频出来。所以呢，结论是什么？我不再多说了哈。我跟大家描述一个这样的图画，大家就很清楚。这件事情肯定出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不是发生在朝鲜，是发生在中国。中国在安排一件事情，到底是什么事情我不知道，但是这件事情一定跟朝鲜有关系啊？为什么？因为你看中文自媒体。包括 YouTube， 包括推特，这些人嗨成这个样子，他肯定不会无缘无故，这是资源，网络资源不能乱浪费的。他肯定而且他是不约而同的在做一件事情，那肯定背后有一个大事儿啊。这个大事儿是什么我不知道，大家留意就行。但是肯定有2条，第一条，金正恩肯定没有健康的问题，我不认为，到目前为止我还不认为金正恩有问题，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我们现在要慢慢的揣摩一下这件事情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这个动机肯定不是我们这么容易就发现啊。反正我就在这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件事。还有一个事情是什么呢？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本来我是想做个专题的，后来我们这个专题做的有点多，就这一类的专题做的有点多，就是现在的情况，经济情况真的是不好啊，不好到什么地步？好，举一个例子哈，广州有一些那个大巴点，就是跑长途的大巴点，现在广州很多大巴点原来是复工送复工的民工过来，经常挂些条幅什么的啊，就是欢迎复工啊什么的，反正就是这些大巴点原来都是从外往里走，现在出现什么情况？从里往外走，什么意思？就是这些农民工已经找不到工作了，他们再回去了，因为待不住了，因为这广州已经没工作了。这件事情不仅广州在发生，深圳也在发生，北上广深都在发生这件事情，而且政府也在推动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实在太多失业的人口了。就是说，其实政府已经放弃了通过推动这个复工复产就业，企业的复工来
稳定现在的这些就业岗位的这个努力已经放弃，政府已经放弃了啊。政府为什么放弃哈？我跟大家讲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呢？就是农业农村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了一个文，叫扩大返乡留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规模实施方案，出了一个这样的东西，就是实际上知道城里已经没有工作了，这些农民工得回去，所以呢，而且他鼓励他回去，他觉得这些农民工在城里他不安全，于是呢，他就出了个这样的规定啊。这件事情我觉得值得大家关注，所以跟大家说一嘴吧，因为我老实讲，我们做中国的失业的情况，我们之前做了若干个专题，我也不想老做这种，因为其实是信息的重复，但是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因为它影响很大，所以我就在这跟大家说一嘴啊。那么其他的就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好吗？完了以后，还有杂音吗？麦克风没有问题啊，我是正常的呀，我今天测试过了，完全正常。啊，那我们现在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分享我们的视频，让更多的网友啊接收到我们的信息啊。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啊。那么3个情况问题提问好吗 ？OK。那我们现在进入互动啊，明谢一下啊 ，SW 谢谢，请先生 Flat Y 谢谢啊，蔡明长谢谢 ，Jeff 王谢谢，木子请王老师喝咖啡谢谢 ，David 莹谢谢，张基妹谢谢，张继妹谢谢 ，Jason 徐谢谢，听了这2期会员节目，觉得与王老师的距离更近了，支持加油。谢谢啊，谢谢你 ，CZ 谢谢，谢谢王老师 ，King Tim Lee 谢谢，我都不知道怎么读哎，魏花苦，这个是新加坡的拼音吗？你呢？谢谢你啊，新加坡的朋友啊，新加坡土生土长，好吧，谢谢，请王先生吃卡亚 toast。卡亚 toast 的是什么？我没吃过，谢谢你。Ziza 谢谢。Even 陈谢谢，支持王老师求真探真说真话的真节目。牛肉汤一碗谢谢。鳕鱼 C 谢谢。Heartland 谢谢。Daniel 梁谢谢。王舍早晨坐标美国西岸永远支持你，谢谢你。888 Market 谢谢，话筒杂音破音，我这话筒是新的话筒哦，有杂音吗？还好吧。Janet 韩谢谢，请管理员喝日本抹茶谢谢。Lucy 蔡谢谢，我这里特别要跟这个川粉讲几句话啊，因为我昨天回去想了一下啊，我想完整的表达一下我对川普的态度，我也想完整的表达一下我对川粉的态度啊。大概在 YouTube 上面啊，我觉得我说川普的政策是最多的啊，所以我相信不管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川普的人，表扬川普的人应该不比我多啊，不会比我多啊。因为什么？因为其实我对川普的很多政策都是持肯定的态度啊，所以基本上，当然川普有很多的政策，我讲的基本上是川普的对华政策啊。所以第一点我要跟大家表达的一点就是对于川普来说，川普的大部分政策我都是支持的，我都是肯定的，而且我是在节目中表达我的这个立场的，这是第一条，对于川普的政策。第二条，我基本上是个对事不对人的媒体工作者啊，
我很少针对某一个人去讲这个人，很少啊。那么当然，我这一期的这个会员视频当中，我讲了一些人，就比如说讲朱镕基啊，那我也是带着事去讲人啊，我基本上是尽量的对事不对人。但是呢，有些时候呢，我们希望，比如说会员视频，我希望节目更活跃一点，更生动一点，我会去讲人啊，那是另外一个表达方式啊，另外一种表达方式，所以请大家理解啊，我们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但是我的立场还是那一点，就是对事不对人。我基本上不管你是谁说的这句话，我只管这句话对不对，对我就肯定，不对我就否定或者批评啊，就基本上是这样。所以对于川普我也是一样，我没有既定的立场，我还是对事不对人。我表达的意愿是什么？不管我喜不喜欢川普啊，我都会按照这个标准，按照这个要求来表达我对川普的态度，大概是这样。这是第一。第二，对于川粉啊，对于川粉来说，我充分的尊重川粉对川普的喜爱的态度，这个我没有任何的意见啊，我也没有任何的干预的想法，因为我理解啊，我理解什么呢？我理解我自己喜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会是什么样的态度，所以我之前可能有些话，有些表达啊，就是过于生硬啊，所以呢，我在这里要向大家表达一个我本意是什么？我本意并不是想去否认大家川粉对川普的他的这个态度，我不认为有任何的问题啊，因为我也喜欢某些人啊，我也对他的态度，我也会是这个样子，这是人之常情啊，所以我在这个里呢，我要郑重的澄清一下，就是我对川粉们对待川普的态度，我也没有意见啊，我可以理解，我非常的理解这件事情啊，就是我要表达这两点。那么我顺便讲一下我对未来的美国大选的态度啊。对于未来即将发生的美国大选，我是这样的，我既不支持川普，我也不支持拜登。为什么？因为我没有权投票啊。等我有了权投票之后，我会明确的告诉大家我会投谁。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相信我可以站出来告诉大家我的取向是什么，因为我已经有这个政治权利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你们还是让我保留我手镯吧，我有自己的看法，但是那个看法不会影响我的专业判断啊。所以我对未来的大选，我既不是支持川普，也不是支持拜登。请大家相信我的专业能力，我能够判断什么呢？判断两件事。第一个，这个政策是什么啊？我能够判断一个候选人他讲出来的他的政策到底是什么，我是能够判断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判断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我也有我的判断。就这两点，请大家相信我的专业能力，好吗？好，那么我们现在就进入互动啊。还有姥姥王，谢谢，在线近9000人，我们干杯，谢谢啊，谢谢。提问，这个治乱文件是不是跟前几天平安协调小组的产物之一？不是的，这两个不同。这个治乱文件是网信办自己拉了一票人站在自己后面，他自己出的一个东西啊，仍然是其实跟前面的那个网络内容的治理管理规定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呢那次被人骂了，他呢这一次呢他就不我自己一人出了，我就拉一堆国务院的部门站在我后面，我们一起出吧。但是其实这件事情跟上件事情发生的事情是一模一样，只不过呢他呢多找了几家部门来跟他一起出这个规定而已。那么当然他是习的人，大家也给他面子，就这样啊。观点，中国企业管理也是这种乱象，除了交税以外，企业还要受其他的限制，
比如干预用工自由的劳动法规与社保负担，来自官员的以检查、整顿、罚款、整令、责令整改、环评标准过高、强制限产、责令停业、拆违、赶人、限制经营范围、限制外来人口、子女入学、购房等等各种限制与折腾带来的麻烦，让企业动辄得咎。是这样，越落后的地方越这样啊。提问：昨天人民日报微博发了一个中美疫情对比大字报，下面的评论骂翻了，请问这为何他这一条微博不像以前一样删帖，再改一批假粉丝自吹自擂？这一条微博这么操作是何用意？他应该是没删过来，被大家截了屏。你现在再去看一下，还在不在？应该就不在了。他一定会删掉的，我相信是这样啊。如果他不删，可能就是值班的人下班了呗。他们也不是万能的啊，他们也会出很多纰漏的啊。提问：王老师，星链 Starlink 工程会对 5G 产业带来如何的影响？直接超越了吧，直接把网络的成本一下子降下来，然后直接把 5G 给超越过去了吧，直接上更高级别的了吧，我是这么看啊。情况坐标：浙江某高校，目前开始陆续开学。开学章程中有着梦幻般的防控规则，到了开会就是一句很现实的警告。现在审理规定，如果各单位没有在社会确诊病例前发现感染者，要承担重大责任。实际工作中的防控措施则是漏洞百出，体温测量基本可以员工自行口头报送。不认为这样的体量大的各大高校有效地进行了防控工作。是这样的啊，其实中共很清楚，他的所谓的防疫的措施啊，有多么严密、多么绵密都好，其实有一样东西啊，就直接就灭掉啊。大家还记不记得千里走单骑那辆小车从武汉的这个监狱直接开到了北京的小区里头，记得吗？记得吧？如果大家还记得这件事情，你就知道是什么，就是严到像铁桶一样的这个围城一样穿透啊，这是一个，就是各种权力会穿透这些各种权力。中国其实是被权力管束的一个社会。那么你既然设置了一些铜墙铁壁，只要有权力足够大，这个铜墙铁壁一样冲过。所以实际上它的防控措施是漏洞百出的原因，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造假。中国式的造假无孔不入，啥都可以造假。所以这种造假，这所谓的铜墙铁壁跟筛子一样嘛，基本上就跟筛子一样。所以你可以看，就是说，其实所谓的防控并不能改变这个病毒传播的进程，它是改变不了的。就是你这里发生了疫情，然后传播到那个地方去，那个点去，从这一点传到那一点去，这个进程不可改变。唯一现在可以改变的是什么？就是时间，就是你可以让这时间稍微慢一点，但也慢不了多少，因为以中国造假，就是这两件事情，一个中国式的造假，第二个中国式的这个权力洞穿，把这两件事情放进去，你可以看到，其实所谓的防控措施，除了让老百姓更痛苦的生活以外，我认为效果并不明显啊，是这样的啊。王老师好，孩子现在复学了，目前是小学，一开学老师就跟大家说不要去美国，美国很危险。今天又跟孩子们讲，美国看病必须先交钱后治病，不像中国是先看病后付钱。怎么现在的小学老师都这样赤裸裸的给孩子洗脑吗？还刻意的说美国，难道是他们接到上面的授意，必须给孩子做这样的引导了？所幸现在的父母给孩子可不是这样的教育。我孩子班上的同学质疑老师这个逻辑，最后老师以下课为由搪塞过去。现在老师的思维都这么幼稚，他不是幼稚
啊，他是刻意的啊，他是用心在做这件事情啊。情况今天看了脱北者的采访，他说朝鲜宣传韩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土地被美国占领，自由被美国人奴役，根本吃不饱，一样的啊，一样的啊。这个朝鲜和西朝鲜他们的洗脑路子是一样的啊。情况观点，最近一打开国内的电视都在播放保守国家秘密的宣传片，真的是此地无银，也感受到政府从未有过的紧张感。观点，通常孩子不被洗脑，他的父母也是不太被洗脑的群体。是的。提问，最近几次节目专业性比较强，有点跟不上课。周末在网上狂补金融知识，问题不对，请王老师见谅啊。OK， 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后几次 QE 啊，2019年美联储账上有4万多亿，这次疫情后还得翻1到2倍。如果美联储今后不把这些钱慢慢的收回，多印这么多的钱，长期后果是什么？通胀。像日本类似的越来越高的国债和还债利息，政府这样发钱，总觉得总有一天会出大事。你是提问吗？你是提什么问 ？QE 是什么哈 ？QE 就是美联储也好，人民银行也好，所有的中央银行它都有个账本，这个账本叫什么？叫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他去购买市场上的资产的时候，那么他用什么买？他当然用货币买，那个货币就是他发行的货币，所以他在市场上买的货币之后呢，钱就出去了。钱就出去了呢，在他的资产负债表上面就会有一笔资产在这里放在这里。那么资产负债表越来越大，那么说明什么？说明他在外面的这个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就越多啊。当然，他的资产不可能永远都在他账上，他迟早要把这些资产再卖回去市场。所以这就是中央银行的一个工作，就是什么？他要通过他的买卖资产的方法来调节市场的货币供应的数量，这是他的日常工作。这是他日常工作，所以你看到是某一个节点，这个节点一切下来，美国联储在向市场发行了这么多的货币，但是它不是永远在发行那么多货币，因为它会引发通货膨胀，因为市场货币多了啊，它消化不了的话，它就引发通货膨胀，它就必须调控什么呢？调控市场货币的供应的情况，那慢慢有的时候卖出去一点，有的时候买回来一点。他根据市场需求来调整，所以呢，你就不用操联储局主席的工作，他工作的心啊？为什么？因为他比你紧张，就是对于美国的通货膨胀，他比你紧张。他说你这割全世界的麦子，不是的。如果美联储货币供应过多，第一个出问题的是谁？当然是美国啊。为什么？它是美国的本币啊，全世界会不会引发通货膨胀？有可能，但那是次要的，那肯定美国的物价已经到天上去才会影响到其他国家。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就不用操联储局的心了，让他自己该干自己的工作。美联储局的首要第一个任务，就是美联储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维持货币的稳定。维持货币的稳定的核心是什么？就是通胀。美联储的工作就是要管住通胀，他连通胀都管不住，美联储主席就要下台。所以这点你不用操太多的心，好吗？提问：美联储最近一直在放水，但美元指数并不弱，对此怎么看？很简单，说明什么呢？美联储放水啊，往外注入流动性啊，向市场投放美元，原因只有一个，因为金融市场由于发生金融危机，市场上大家都在把钱装到口袋里不放出来，所以市场银根很紧。银根很紧是什么意思？就是大家都市场上很缺钱，市场很缺钱怎么办？
联储局就往市场上放钱，去解决资金渴求的问题。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联储局一边往市场上放钱，一边美汇指数又涨得很高。美汇指数涨得高的原因没有别的，就是大家都需要美金。所以这两件事情同时在发生。那么当然联储局可以干快一点，也可以放慢一点，他要观察啊，他考虑各种因素啊，好吗？提问：湖北大学教授梁艳平发文力挺方方遭举报和大学处理，您怎么看？其实不仅仅是梁艳平啊，有一系列的中国的大学的老师啊，被官方用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处理，原因只有一个：思想异端，就是跟中共思想异端。你想的不是我想的，那就叫异端。异端怎么办？中共从建政到现在，一直在思想领域一直在干一件事情，干一件什么事情？消灭异端。中共从49年到现在都在不遗余力的干一件事情，就是消灭异端，用各种手段，有肉体的，有各种手段，经济的、政治的、行政的各种手段，最终的最极端的就直接肉体消灭，拉出去毙了，大概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中共这是中共，所以你经常说啊，我们要发展这个创意产业，我们要发展这个文化事业，可能吗？不可能。中国任何时候都发展不起来文化事业，那是不可能的。教育事业也发展不起来的。那创意产业就做梦啊！什么发明创造跟中国没有什么关系，大家记住这一点。为什么？你想一下，你是怎么对付知识分子的？你把知识分子都变成什么了？你把知识分子都变成了生产线上的装配工人了。你都是中国高校里面剩下的都是什么？都是那些装配工人，往学生脑子里面装你们要装的东西。这学生是什么？学生就是生产线上的那个产品，打开盖子装进去，干上下一个，打开盖子放。中国的老师都在干这种事情，所以怎么会有创意产业？怎么会有文化事业？你连思想自由都没有，怎么会有文化事业？所以我也于2017年拿到美国大学教授职位，移民走了，就是这样啊。观点感觉现在中共除了洗脑，就是用游戏和无聊的综艺来让年轻人沉溺其中，而不去思考其他民主权利的问题。这样可以更好的维护他们的统治。王老师怎么看？你根本不是让我怎么看，这就是你的观点嘛，你就说你的观点就好了，没关系，不用我看，这是你的观点，你的观点没有问题啊。这几个电视台你看一下他们的综艺节目啊，什么江苏卫视啊、浙江卫视啊这些，湖南卫视啊，都很嗨的，都玩得很嗨的啊。观点其实玩欧美和日本游戏都能从剧情上了解到西方价值观，比如最近的 FF7 重制版都有启蒙作用。情况科普自媒体被打压得很严重，凡是对中医提出质疑的李清晨、于向东、于莹等被实名举报，处分是封号删帖。现在不允许说中医任何的不好。但是希望聊天室的朋友慎重使用中医，很多的肾肝脑毒简直太不可测了，甚至很多医院给孕妇开的中成药，有一些是致畸性，是有报道的。中医我谈过我对中医的看法，引起了很多，哎呦，这里还有5毛灭掉。引起了很多网友的不同的意见，没关系，我们求同存异，好吗？行，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后面讲不完了，明谢一下啊，明谢一下。
蓝小弟，谢谢，喜欢看老师的节目，加油。谭北良，一杯咖啡不成敬意，王老师加油，谢谢啊。阿菲刘，谢谢。在法兰西吃包子，谢谢。请王先生喝杯咖啡，杂音可能是设备声卡的问题。诶，奇怪。我再查一下啊，我查一下。王 T， 谢谢。情况：上海为了养肥治乱的小领导，最近把偷电的用户找出来3倍罚款，一户能罚8万元人民币。阿赖，王老师好几天赶不上直播了，谢谢您上回还惦念我的理财情况，我早就完全听你的意见清了仓，足足50天没做过交易了，不见明显的右侧趋势，或者是金融市场价值完全回归，我是不动了。非常感谢你苦口良言相劝，而不计可能的名誉风险。实事难能可贵，体现了您高贵的人品，谢谢。很希望有机会在美东能和你和姥姥王把酒相酌，若能在帝都，人生所愿也，好吧？谢谢你，阿赖。是这样，我还是那句话，现在风高浪急啊，金融市场风高浪急啊，那么大家要持盈保泰啊，小心为上啊，这是第一个。富贵险中求这个道理是知道的，但是我们不一定要求富贵，在乱世不能求富贵，只求平安啊，这个道理请大家明察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你不是投资金融市场，如果你是在居家过日子，千万不要买银行的理财产品和基金产品，就这2个，大家一定要记住，这2个风险也是非常的大。在这两块，我一直是非常担心，所以我一有机会我就要讲一下啊。姥姥王，谢谢。阿赖网友，好兄弟，我们美东相见。姥姥有美国品酒师执照哦，真的，请您和王先生以美酒言欢，畅谈天下事。好的，彭吴，谢谢。姥姥王节目，彭吴，谢谢。姥姥王，谢谢。节目近1年，您对川普的一字一句我都赞成，我没有选川普，对他的很多言行不赞同，但是赞赏他的对中共政策。我们差不多啊，差不多。Suki Y， 谢谢。坐标 GA 还在奋斗，每周只能支持王老师1次，谢谢你，谢谢啊，谢谢。心意到了就行，好吗？长 J， 谢谢王老师，麦克风真的有点杂音哦，我一开始以为是我的喇叭坏掉了，我今天会好好查一下。贝拉利亚，产 Claudia，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把我们的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接受到我们的信息，让我们做更好的节目，让我们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